这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监狱。其他国家把部队都拉过来守监狱了，但玻利维亚监狱里关的都是穷凶极恶的罪犯。可结果呢？没有狱警看守，全靠犯人的自我管理，而且犯人的家人还可以自由出入。不仅如此，监狱里各种设施更是一应俱全，甚至只要你有钱，还可以住上高等牢房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玻利维亚位于南美中部，与巴西、秘鲁、阿根廷、智利和巴拉圭接壤。国土面积为109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183.2万人。玻利维亚算是老天爷赏饭吃的一个国家，自然资源相当丰富，金银铜铁等各种矿产资源在这儿不仅能找到，而且蕴藏的总量还不少，所以它还有个别称，坐在金矿上的铝。但光资源多也没啥用，玻利维亚穷还是照样穷，人均 GDP 只有3500美元出头，是南美最穷国家之一，国内充斥着暴力和混乱。但因为穷，根本没有钱来维持监狱开销，所以他们就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把监狱里的狱警全都给撤了，甚至连狱警这个职位也没有设立，就留点警察在外面守着门。而监狱里面呢，就都由罪犯来自己管理，它就是圣佩罗监狱，里面关押着毒贩、黑帮、杀人犯等各种类型的罪犯。说是监狱，但它更像是一个国中之国，除了不能外出，罪犯能在监狱里干各种事情，只要没人越狱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哪怕是死了人，外面的警察也都不会去管，因为这与他们无关。有的人在监狱外是个遭人唾弃的罪犯，但在这里却能成为人上人。一个监狱关着众多穷凶极恶的罪犯，但国家居然不管，甚至都没有设立狱警这个职位。不是，难道他们就不怕里面乱成一团吗？如果换成其他监狱，别说乱了，里面的人早就逃跑了。但圣佩罗监狱不一样，因为国家不管，里面的罪犯们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管理体系。整座监狱的老大是一个叫维克多的连续杀人犯，他掌握着监狱所有的权利，包括分配住宿、食物、金钱等。而监狱下面又被分为6块区域，每一块区域也都有一名负责人，管理区域秩序，解决不听话的罪犯，为监狱老大赚钱。当然，在这个生态链上，最底层的就是强奸犯，不仅干的是最卑微的工作，还得忍受其他罪犯的殴打和辱骂。每天早上7点，警察都会送新的罪犯进来，不管他们在外面有多凶，只要进了监狱，也得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的，该扫地的扫地，该维修人行道的维修人行道。如果不想干，可以，那就努力当上监狱的管理层，俗称的公务员。好家伙，考编都考到监狱里了，只要通过竞争就能上岗。而在这之前，你还得获得竞选的资格，条件也很简单，先是得在里面生活6个月，要有自己的牢房，而且不能有欠债的情况。和其他监狱不同，圣佩罗的牢房不是分配的，而是得自己花钱买，价格也不贵，便宜的有20美元，贵点的能有5000多美元。价格越高，意味着牢房的设施越好。更关键的是，买房不仅得交20%的不退款费，想要买的话，还得有人写推荐信。圣佩罗关押的囚犯大约1500人，事实上，监狱的人数远不止于此，这是为啥？因为除了罪犯外，它里面还有不少罪犯的家人。因为丈夫入狱，他们的妻子根本无法负担家庭的生活费用，没办法，就只能跟着丈夫一起坐牢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毕竟这些人也没犯罪，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自由出入监狱的。这也就导致罪犯们不仅能让家人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，也能把监狱里的东西带出去。如果来到这里，你会发现怎么圣佩罗监狱跟其他监狱不一样啊？说是监狱，实际上更像是个小城市，里面不仅有超市，还有饭店、酒吧、旅馆等，他们甚至还有托儿所，让了到读书年纪的小孩子能够在监狱附近的学校接受教育。在这里信奉的是有钱至上，只要有钱就能享受有独立卫生间、厨房、阳台以及各种家具的豪华牢房。如果没钱的话，那就只能5、6个人挤在破败不堪、啥也没有的房间。也正是因为圣佩罗监狱的奇葩，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打卡。虽然进这个监狱参观是违法的，但还是有不少人会贿赂门口的警察，得到参观的机会。等进到监狱，也没有狱警来专门保护人，导游都是里面的罪犯。有的人说的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监狱，但也有人说是最危险的监狱。归根结底，圣佩罗到底是个监狱，里面能享受的只是小部分人，大部分人生活依旧过得艰辛，而且还得忍受来自监狱里的暴力。对于这个监狱，大家又是怎么认为的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来一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